Hello，大家好。好，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Windows 和这个 Linux 有哪些主要的这个区别以及呢就是你在选型的时候呢，就是知道应该是选哪一个系统Windows 呢就是它这个一般呢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微软的系统它的核心内核呢就是 Windows Net 一般主要受众呢就是像这个普通消费者还有这个企业用户或者是这个游戏玩家我们一般呢核心终端就是这个 PC 或者是办公电脑还有这个游戏机Linux 呢就是它主要的这个开发者呢一般就是这个开源社区我们知道这个 Linux 呢就是基本上每个系统呢都有它的这个开源社区还有一些这个针对面向企业的我们像这个红帽还有这个 Canonical 这个呢就是无弯头的这个公司它这个内核呢就是叫 Linux Kernel 这个是开源的 GPL。我们主要受众一般就是比如说开发者，很多这个开发者呢喜欢用这个Linux 的这个平台或者一些科研人员比如说一些搞这个研究的或者一些大学都是一般呢就是很多都喜欢用这个 Linux 还有一些这个做服务器运维的一般呢都是这个 Linux 这个终端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就是像这个一般呢现在像现在这些一些云服务器像这个云计算然后还有一些 AI 基建然后还有一些嵌入设备。那么嵌入设备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 Linux 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开源和闭源的情况。我们这个 Windows 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它基本都是闭源的，那就是它的这些核心代码呢，还有这些更新呢，一般都是由微软这个掌控。那所以最后的啊这个优势呢，就是大家拿到的这个系统基本上体验都是一样的然后兼容性呢一般兼容性还是比较高的代接的话呢，就是用户呢就是一般修改权限呢，其实一般你修改一些底层的权限，一般是很难修改的它系统内部的这个机制呢你是不知道的然后这个 Linux 呢就是它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呢都可以这个进行这个修改包含这个内核然后还有这个桌面环境网络协议还有这个启动方式结果呢就衍生出了就是很大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发行版无版图呀，或者 Debian、Fedora 或者是这个Rock Linux 或者这个 Alpine 这个 Linux 这些呢都是一些发行版或者我们叫衍生版我们看一下这个 Windows 呢，它有哪些这个明显的这个优势。那么 Windows 呢，就是它的这个软件生态大家常见的像这个你的微软自带的这个或者是微软自家的这个 Office，还有这个 Adobe 全家桶，还有这个 Autodesk 这家公司的一些产品或者一些这个企业的 ERP OA那么这些呢，其实在 Windows 上面的这个它的软件生态呢，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这些硬件兼容呢，基本上都是即插即用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摄像头游戏手柄显卡这些呢就基本上就是一般你直接插上去，基本上都可以及时的识别。那么这个打印机呢，就是有些呢就是可能要安装系统有些呢就是也支持还有这个游戏霸主，那么这个就不用说了，就是这个微软的这个Direct 它在这个接口这个它对接这个像英伟达AMD那么这些呢对接的都是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优化然后这个在 PC 平台这个上面的这个游戏呢，基本上就是这个绝对的霸主比如说像这个 Steam 或者腾讯生态，那么它主要的这个客户端一般就是 Windows 但是它有哪些缺点呢？Windows 我们知道这个像这个 Win11这个内存占用呢，可能就是3到6 GB
一般呢，这个像轻量级的这个 Linux 呢，就是可能就是几百兆，一般就几百兆。还有这个更新的话呢，就是一般呢，现在这个更新基本就是自动下载。然后重启的话呢，现在是不会重启。像这个 Win10上面呢，就是Win10上面也比较少。像那个 可能在那个 Win8上面可能会自动重启，就是它不管你允不允许，然后自动就帮你重启了。然后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它因为这些机制呢，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些蓝屏或者是这个死机的状态。然后这个因为 Windows 呢，它这个用户基数比较大，那么所以就是像一些病毒木马勒索软件呢，一般就是主要是在这个 Windows 平台上。我们看一下 Linux 这边呢，就是它有哪些先天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服务器比如说这个你做一些网站呐或者一些云服务器那么这些呢，它系统一般就是这个 Linux 的系统。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稳定性比较高然后资源占用其实也很低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开发者像一些编程语言，比如说这个 Python 呢、Go 或者 Rust、C 或者 C++，那么这些语言呢，就是一般呢就是在这个 Linux 上开发呢，它有这个先天的这个优势它这个支持性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下一个呢，就是像这个云原生的这个系统，一般呢像这个 Docker 或者是 K8s 基本上就是它一般就是在这个 Linux 上面玩然后这个定制化呢，就是它这个定制化呢也比较简单，比如说像这个，它一般呢就是这个上面呢就是很少做这个图形界面比如说像这个 SSH Nginx MySQL，其实这些呢，其实你一般呢就是它在上面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服务的形式跑这个系统的体积呢一般呢就是小的话呢，可能就是几十兆但是有哪些这个缺点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比较可能还是有点陡峭的比如说你 Linux 呢，你可能要掌握这个命令行或者就是这个文件的一些权限还有网络这个协议或者还有一些这个服务器的管理这个命令呢，就是大家很多新学的可能也比较头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一些商业软件，那么在 Linux 上面呢，一般支持不是很好像这个 Photoshop Office 这些还有 Autodesk 然后这些一般兼容性还是一般呢就是好像很少有支持这个 Linux 的。那么替代品呢，一般就是像这个开源的这个 LibreOffice 或者这个劲谱这些呢就是用也可以用但是对比这些专用的软件呢，其实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像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Linux 上面这个启动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像这个显卡启动的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可能一般呢就是比较新的显卡呢，一般启动其实基本上就是一般都不会第一时间支持，一般都是在 Windows 上面 Linux 上面问题比较多这个打印机呢可能问题更加多因为这个打印机的这个启动在 Windows 上面呢，可能安装都还是有一些难度的然后其他的这个专业化的这个外设呢就更比较小了，就是有些可能有很大的数可能还是欠缺的比较多的我们在下边看一下这个安全模型的这个架构Windows 上面呢，就是它这个默认的权限呢，一般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么主要的它这个安全就是一般呢就是主要依赖这个杀毒软件还有这个防护机制。这个操作系统呢，它自带有一些防护机制然后这个 Linux 呢，这个它的这个架构呢，就是一个工业架构一般权限呢，就是如果比较重要的，一般你都要借助这个载入权限那么但是这个开完之后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 SSH 会存在爆破别人就是会一直这个用这个机器人可能爆破你的这个登录的这个密码还有一些你在上面有一些外部服务可能会存在一些漏洞像这个 Nginx 或者阿帕奇的一些服务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出一些漏洞然后这个性能这块呢，就是 Windows 这边呢，就是一般这个它的这个前台的这个图形性能然后这个驱动也比较成熟然后这个游戏帧率呢，一般的是
都是还是优化的很好。Windows 这边呢，其实主要偏向于这些异性什么服务一般呢它这个资源占用是比较低的然后它自带有这个资源回收Windows 呢，这个 Linux 呢，我们知道就是一般呢就是1年不重启这个都是一个常态。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呢就是2个通道了如果是消费者这个电脑生态呢，一般呢就是可能主要就偏向于这个企业办公呢或者是这个游戏玩家呀，或者是创意设计就是做这个设计工作的主要可能就是在这个消费电脑上面然后这个技术偏这个技术基础这个设施生态的呢，一般呢就是可能像这个云计算呐然后超级计算机还有这些网络设备像这些什么路由器交换机这些或者网络安全设备，一般呢它这个底层呢都是这个 Linux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些一些这个树莓派的或者一些嵌入式开发，这些呢就是它也是偏向于这个 Linux 的生态。我们看一下这个2020年的这个范式转移，就是相当于是现在这个基本上都是大家讲的这个 AI 时代。AI 时代呢，就是它的这个底层的这个引擎呢，其实也是这个 Linux 的这个生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像这个 GPT 或者是这个Cloud 这家，或者是谷歌的这个 Gemini 平台，那它的这个Linux 的它这个Linux 它是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它的一个基础设施。那么他们这个相当于他们这个平台是什么？就是这个平台呢，就是它分哪些层次？我们底层呢，就是大家知道的你要做这个提供这个 AI 服务，那么就是一般呢都是要有这个 GPU 的这个服务机器，这个一般呢就是不会是一块这个 GPU，一般都是一个机器。然后上面呢就是驱动呢就是用这个酷达硬散平台一般通过这个驱动呢就是调用它这个酷达硬散平台，然后系统呢就是这个就是 Linux 操作系统这些云厂商现在这个操作系统呢都是 Linux 没有 Windows 然后框架呢我们知道像这个一般呢就是比较多常见的就是这个 Python然后 PyTorch然后还有谷歌开源的这个 TensorFlow然后上面呢再加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或者测试平台然后再提供给这个用户你属于哪条路径？那么这个呢在前面基本上都讲了，就是一般呢就是玩游戏或者日常办公或者是这些做这个设计开发的，或者是这个开箱即用的，一般的这个就是 Windows。然后如果是 Linux 玩家呢，可能偏向于哪些？比如说你这个写这个编程的或者是打这个搭这个服务器的或者是 Web 服务还有这个做网络安全的还有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开发还有一些这个树莓派或者是嵌入设备一般呢就是都是指向这个 Linux。打破这个安显一的这个融合方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一般你在一个系统上面呢，可能就是不是简单的就是用哪一种系统可能在 Windows 上面呢，你可能尤其是针对一些开发者可能你要搭配这个 WSLI可能来做一些这个无完整的一些子系统，你可能用来搭建这个，比如说是测试环境或者是一般呢就是搭建这个测试环境或者在上面就是跑一些这个跑代码因为在这个有些呢就是在这个 Linux 上面跑还有一种就是极客的玩法呢，就是有些呢可能是做双系统就是可能哪个系统做 Linux 哪个做 Windows 那但是这个呢就是一般可能启动的时候你要选一下系统，这个可能有点折腾。一般的以前玩的多，这个现在一般可能玩的少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这种系统就是这个
云端分离架构。我们一般呢就是在你本机电脑呢可能就是主要你负责就是一些 UI 或者一些交互或者是就是你在上面就是开发一些外层的东西然后就是核心要跑的东西呢，就是一般呢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远程的 Linux 服务器上面也可能是你本地的这个硬件这个服务器。那么像大家就是在网上经常看到大家就是玩一些这个本地模型一般呢可能就是找那个Mac 的这个，比如说 Mac Mini或者是Mac 或者是 Mac Studio 一般呢用这些系统或者是像英伟达这边那个 Spark，我们一般呢可能用这些就是做一个自己的本地的一个推理服务器。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在你本机电脑一般呢可能这个呢基本上一般是不能做这些任务可能就是还是在这个远程的这个服务器上面跑，或者你本机的服务器上面跑。然后电脑呢一般呢可能就是开发一些偏这个UI或者一些潜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调用的东西最后总结一下我们 Windows 呢一般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开箱即用的一个系统Linux 呢就是让你这个完全掌控这个电脑的一个系统在这个2026年呢，就是它这两个阵营呢，就是它不是对立的它各有各的特点一般 Windows 呢就是你日常的生产力呢一般就用 Windows然后 Linux 呢可能就是一般就是用来这个开拓这个 AI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创新行，这期节目就讲这么多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Windows 和 Linux 有哪些主要的区别我们就是方便大家呢，就是后面在这个选择系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更清晰的掌握行吧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呢，欢迎大家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如果你有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谢谢大家的收看。